茶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本节目玩家们都超爱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冠名播出，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就是这个男的偷了这个女的创意，光影的运用。死的女人有个孩子，那个孩子是她和男画家的吗？还有孩子，这是你们仨吗？是。凶手肯定是你们中间一个。那个衣服是他自己弄的，头发也是他弄的，那为什么八妹还是死了呢？就是他这粉丝是谁，很存疑。对，粉丝不知道是谁嘛。有东西吗？哎，哎呦，哦呦，这有个盒子。哦呦，啊？为什么都是空的呢？那应该还有。你看那个板上上面画的什么？叉叉，都画的叉。还有，这里。哦，有东西了。推迷人。吸入后会深度睡眠10个小时，不流一滴血。啊，又是推迷人。对不起，你的人除了他还有6个。咱们6个呀。有一张，这个是他的照片吧？然后丢了的那个奖牌也找到了。2019年10大热点文章奖章。你看这儿，这个一共是7个盒，肯定是要把咱们都弄死之后，挨个埋进去。第一个人已经没了。所以我们不是自杀，我们是他杀。对。也就是说，来玩偶想救我们，但是这个人就一直他应该想杀我，对他应该也知道这个回来的秘密。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幕后的一个人，也就是做不哭泣，那个人。对。谁会想要杀掉我们？快破案呀！再不破的话，我就要死了，我最早。哥哥买保险了吗？那咱要不你们是想咋？先不找了，先上保险吧。给你找一个推保险。然后把受益人写成你们。哎。我要是恶魔，就现在就来。来吧，继续挖吧。来吧，继续挖坑，看看接下来有啥呀？快是，是啥？我还是看起来兄弟们，找到大货了。哇！哎，这是谁的？这个盒是这个画家的。大货。还有啥？男画。对不起，妈妈的人。我本来想让你受伤，然后逃离这个房子，但没想到我的整蛊却让你意外摔死。哦，是你的死让我意识到，对付那些坏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自己跳下去。整蛊妈妈的那个孩子不小心吓到怪叔叔了。没给木偶娃娃穿上了你最喜欢的那条白裙子，没想到他看到了之后吓了一大跳。所以15年前他确实是意外坠楼而死。对。但是那小孩弄了之后，这小孩就知道对付那些让他们自己跳下去。所以今天八妹的死亡方法和15年前和那个人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意思是15年前的凶手和今天的是同一个人了，有可能啊。但第一次是意外吗？对，是。但没想到我的整蛊让你这还是他干的嘛？是吧？15年前嘛，是他干的，对。但今天是不是他干的呢？都是恶魔的恶嘛，都是他。是他。但他那个开头不是说对不起你的人吗？对，对不起你的人，除了他还有6个。对，这个你是谁呢？就是我们和那个八妹，我们共同对不起了谁？对，八妹早上见的时候就说我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对不起的人。你说你跟我们6个人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告诉我。我不知道呀，我还来不及调查。我们对不起谁？
我们对不起他。又有，我是何，你们证据找的怎么样？如果觉得找的差不多了，要不要下来餐厅讨论一下？那个何，我们回餐厅了哦。我们对不起谁呀？我们干啥了？我们对不起谁？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小文主座。我配吗？配。我们小文也是贡献了很多呀。对，尤其他的胆量是棒棒的。我不敢走最后影，他在我最后影给我垫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要不然怎么当保安呢？保安靠谱。要不然先把我们怀疑的嫌疑人先写上。死者是八妹。时间呢？2022年7月16。坠楼。嫌疑人哪4个？鲍姐，然后男粉丝，经纪人吴，还有 Lucky 谁？幸运啊，幸运啊！我讲了个英文啊。这一看就是他当年的孩子干的这些事儿，就是必须得是经历过这个事儿的人。对，是15年前的手法，同样的死法。是啊，在这4个范围里面，你再去缩小，谁有孤儿身份，不就这3个人吗？这3个人，对啊。而且地上的那些小车吧，就是给孩子的东西吗？哦，孩子玩的东西。咋的？就特别想引导我们是个男孩，说是一个男孩，对不对？不，咱都发现那个小娃娃了，穿那个连衣裙那个。我觉得这个娃娃没办法证明是男孩女孩，因为这个是他心目中妈妈的形象。对，所以小孩子都会这个样子。那你要这样的话，如果那个娃娃是妈妈的形象，那就是个男孩。哦，为什么呢？因为玩具全都是。作案过程就是2个人打配合，先要把这个八妹引入，先让她进去。对，我觉得是八妹死之前，八妹还帮人家弄这个，因为放这个黑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能过去。这人肯定跟八妹说，咱俩弄一这个，你就能过来了。过来之后，咱把他撤了，然后咱进去开始拍去。对，诱导他之后，正好他是在房间里面完成作案，那其实他在那个位置是可以自己把作案工具全部都撤出。是的。他死亡的过程继续往下讲，案发现场是有一瓶不哭气的，那死者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被强制的推了下去，还是说在他进入房间之后被置换了，凶手才能够有能力把他从窗户上面推下去？鲍姐之前说看见过他自己对着空气说话。你们不要过来，不要害我，我不是故意要惹你们的。所以他应该不太清醒，而且他那个粉丝其实一直引导他，让他使用那个不哭泣。我觉得他应该是置换了，我也觉得应该是置换。对，兴奋状态往窗外这个钻，真是不太现实了。不，那个人就直接告诉他们，当年那个谁就是在这个窗口下去的。哎，那我过来看看，跑，像是白哥会做的事儿。也有可能是真的他害怕了，比如说他真的看到了那个女的嘛，那个灯一亮，他可能恐惧了，他就快躲到壁炉里之类的，他就自己就跳下去了。那个项链的视频，我们要不再看一下？可以。小文，你去一下呗，辛苦你了吧？应该的。哎。小文今天敬礼非常的帅气，死路了。你直接在那里放吧。再看哦，蹲着对，他了，是从视野盲区开始就蹲了下来。对啊，怪不得这么晃，对不对？因为他是蹲着走的。直接进去了。直接进去，他没有收东西。听一下。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我就是为了调查男画家的死亡真相，没有任何对你不怀好意的意思。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哦，这是窗户，窗户掉下去了。他是这样的，他当时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看到他的手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没有人跟他对话，但是他一直在说对不起，很像是对看不见的东西说的话。他的这个路线我都看出来了。他进来之后，这个地方是那个感应的柜子，对，他当时冲着这个感应的柜子，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慢慢转到了这边。我怎么觉得他是对着镜子？如果他是对着镜子的话，他需要往左转才是窗户；如果他是对着感应的柜子的话，他是右转才是窗户。我们今天去的时候，遥控器是不是就在那个里面？哎，里面有个遥控器。对，在里面是可以操控房间灯的开关的。对，所以凶手可以在那个感应柜里面，灯都关掉，啪，很恐怖的氛围。突然，他再按一按，自己打开，就哇，自己在里面操控一切，哇，全部吓死，就全死了，全部吓死，哇！所以还是用整蛊的方式再继续。对，应该是。那能确定的就是没有人把他推下去，是他自己掉下去的。是的。然后在地上放一罐不哭泣是为了混淆。对，以为他是自己。以为他是。使用太多了啊，因为那个男画家当年就是因为死了之后查出了不哭泣，这次也是同样的方法。是的，所以现在已经断定的是杀男画家和杀这个八妹的是同一个人，对吧？而且是同一个手法。对啊。那么凶手是谁？我觉得这个八妹粉丝应该就是凶手。对，你想他还给他那个不哭泣吗？你看看他几月份时候给他买的？7月12。7月12。八妹在窗边那瓶编号。哦，091。看一下091是谁买的？091也是恶魔。对啊，所以恶魔就是粉丝嘛。对。15号到场时间你们还记不记得？有1点半、1点50、2点20、2点30。存不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凶手需要第一个到达现场来布置这个迷晕人的推迷人？有可能啊，因为到的人越多，他越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这个布置的过程。不会，他把他们全迷晕了10个小时，能干嘛都可以。我就是说，他怎么众目睽睽之下把别人迷晕呢？得布置这个迷药嘛。对，不可能。比如说咱们坐在一起呢，我啪迷晕了，他推迷人只是昏迷，但是不是失忆，对不对？这个幸运为什么不太像是呢？我有一点，这个追思会是幸运提出来要办的。如果他要想杀人的话，他可以不提要办。谁说的？他就更有可能。那也许他就是想要造成不在场证据呢。而且他租的书店。对啊，是的。那你说幸运这么喜欢佑佑，为什么还要把我做掉呢？哎，他这话其实也不无道理。迷惑你，那你只能拿我一个女性的套。什么叫未来岳父呀？我还不同意，因为我很喜欢佑佑，为了配得上佑佑，我就加入他们。想接近我，然后趁机把我做掉。她是一个善变的女人，说明她不是一个恋爱脑。哦，当你触及到她的道德底线的时候，她谁叫你？你让那边看一看。那该杀你还杀你，把那本那个什么婚姻心理学回去看，真是传阅一下，我们都传阅一下，传阅一下。所以凶手是谁啊？那等一下，那我知道了。通过这个逻辑，我们能锁最后这个人，就是我们只需要想出来，除了八妹，我们6个同样对不起的这个人是谁？这个对不起你，这个你说的是谁？不知道。我觉得我们现在盘不出这个你是谁的。我也觉得咱盘不出来。
推浪之夜颁奖盛典，八妹8月8号花季少女遇害系列文章获2019年度10大热点文章。那个奖。不是，好多年前他那个什么报道是什么玩意儿？2019年花季少女遇害文章。花季少女遇害是，我觉得哎，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我为什么要送1000个女孩回家？送1000个女孩回家，是因为我当时知道了这件事儿，然后我就觉得花季少女遇害是特别不好的事儿，然后所以我才想送那么多女孩回家。哦，是吗？当时这个花季少女遇害，我可是知道，但是你没做什么。咱们几个都跟这花季少女可能有一些个关系。所以你的意思是，今天我们对不起的这个人，就是凶手的好闺蜜？对，就是这个花季少女。那么证据呢？再见各位，我去投票了。走吧，投凶手。这是入住11号公寓以来很难抉择的一天，完全是没头苍蝇，因为根本没有拿到任何一个完全确凿的一个证据。我选择蒋幸运除了一张照片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好像也没有说过他的妈妈是怎么死的，他爸爸也不知道是他生父还是养父，所以我选的凶手是蒋幸运。我们把凶手的范围锁定到了3个孤儿身份的嫌疑人当中。其实原本我觉得蒋幸运和男粉丝的嫌疑是最大的，但是后来我想到一点，如果说15年前这个人就很痛恨这个怪叔叔的话，今天我相信他一定也不会成为这个怪叔叔的就是男画家的粉丝。但是唯独今天有一个人，他没有以狂热粉丝的身份出现，就是这个鲍姐。所以今天会把这一票投给鲍姐，就这样，谢谢。八妹和我们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但这个人是谁不知道。作案的过程依然是非常巧妙的作案手法，非常巧妙，引导他使用了那个气体，精神变得恍惚，一步一步的自己完成了自杀，残忍。我认为凶手应该是。我要投的这个人呢，就起案来，他会是最方便的一个人。八妹儿粉丝是一直用电话、用微信的方式去和这个八妹儿沟通，原因就是如果八妹儿见到了这个人，就可能不会相信他的计划。幸运也好，男粉丝也好，我都可以当面讲，唯独这个鲍姐是不能让这个八妹儿跟他见面的。因为这个鲍姐本身她就是一个做营销号的，而且她潜入到了八妹儿的房间，看到了她所有的计划，所以我的答案凶手就是鲍姐。今天特别困难的就是要从鲍姐、幸运和男粉丝选一个，因为他们同年龄，然后他们都是在幸福之家成长过。但是为什么我最后选择了我选的这个人？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那个架子非常的重，而且还有我们在审讯过程当中，每次一提到妈妈这个事情，她的反应是特别强烈的。那我最后锁定的是，哇，好难啊！我们对不起谁了？我们有对不起谁吗？游戏开始，找到最真的声音才能逃出去。什么声音？挑战成功，原来是真果粒红柚四季春。有超好喝的优质生牛乳，口感香醇。
还有淡淡茶香和嚼得到的真实果粒，真的超好喝。茶香与果粒，牛奶更美味。微信搜“真果粒”，上小程序和推理玩家一起沉浸式推理，解锁更多剧情。欢迎各位来到腾讯视频，由茶香与果粒、牛奶更美味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独家冠名播出的沉浸式剧情体验真人秀，开始推理吧！这里是剧情复盘大厅。茶香与果粒，牛奶更美味。恭喜大家，咱们一起完成了今天的推理任务。我们举起手中超好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一起干杯，揭晓真相吧！好，干杯！接下来将直接公布本期案件的真相。在今天的案件中，大家发现的嫌疑人有鲍姐、蒋幸运、男粉丝吴经济4个人。经过推理，大家投票锁定的凶手总共有3个人，分别是鲍姐、蒋幸运、男粉丝。在这3个人中，男粉丝获得3票。哦，我认为凶手应该是男粉丝。我选择男粉丝。锁定的是男粉丝。按照游戏规则，得到最高票数的男粉丝被锁定为真凶。完了完了完了！本期案件，大家锁凶失败。哎，是个好事，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为什么？就我们4个肯定有俩人，咱们肯定对了。那俩金钥匙就在咱们4个人当中角逐了。投给鲍姐的人有柯无苦、留下来；投给蒋幸运的人有郭包佑、宋漂亮。本期案件真正的凶手就是鲍姐。可以。我们有错过什么关键性的、决定性的证据吗？大家错过的现实隐藏关键性证据比较隐蔽。有哎，在鲍姐的手机里面。我们还专门看了她手机啊。对啊，手机里啥也没有啊。在书店的4个人当中，他们从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早上8点都处于昏迷的状态。但是在鲍姐的手机上打开设置中的电池，可以发现她的屏幕使用时间在昨天晚上有长期使用记录。看她的屏幕使用时间，一般有线索的手机那些东西都直接就在上面嘛。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遗漏的点。他们越来越厉害了，真的。鲍姐以粉丝的身份，通过八妹818的后台私信联系八妹，取得了八妹的信任，开始一步步引诱八妹主动跳楼。先让八妹长期使用不哭泣，在思维混乱的情况下，引导八妹产生通过跳楼来验证自己爆款文章的执念。4天前，蒋幸运打电话给小时候在幸福之家时的朋友、男粉丝和鲍姐，以及男画家在世时的经纪人吴经济，约他们一起举办男画家逝世15周年纪念活动。昨天下午，4人来到蒋幸运租下的活动场地11号公寓7楼的推多书书店，开始活动前的准备。而鲍姐也需要利用这次活动的筹备时间，帮助八妹从内侧打开男画家的家门，完成诱导八妹自杀的计划。八妹通过私信联系鲍姐，说她原本打算今晚7月15日晚去男画家家准备，明天白天7月16日白天再跳楼来印证自己的稿件。但就在刚刚去男画家家的时候，撞到推理团正在9楼男画家的家门口，并且推理团说会一直在监控室盯着9楼走廊，直到看到他自己经过。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避开监控，通过走廊去跳楼。鲍姐了解过男画家家的布局，
早已得知书店有暗门可以通过男画家家里，并且男画家家门口的9楼过道的玻璃上贴有装饰膜。男画家的作品《消失的画》所使用的膜都是偏振片，正好可以帮助八妹隐藏行踪，通过监控。鲍姐告诉八妹自己可以帮她，但是计划必须在今晚进行，因为鲍姐只能在深夜蒋幸运、男粉丝、吴经济本该睡觉的时间去帮助八妹，才能不引起怀疑。当晚在10点左右，大家准备睡觉的时候，鲍姐捂住口鼻，偷偷点燃提前准备好的推迷人 Pro Max 迷烟。因为原本的计划，鲍姐也要迷晕众人才能前去男画家家里帮八妹开门。确认其他3人进入10小时深度睡眠后，鲍姐通过书店内的密道来到男画家家中。她把消失的画的画框取下，卡在一根长画架杆子上，从内侧打开男画家的门，然后贴着墙来到监控室下方的死角，把带有偏振片画框的画架杆子放在玻璃展柜上方的监控镜头下方的木头甲板上准备好，同时将走廊灯开关关闭，在那一瞬间将偏振片画框推到镜头前，再开灯。整个关灯过程不超过1秒，让别人误会偏振片画框深入监控镜头前的那一瞬间，监控画面闪黑，是走廊灯的突闪。此时监控镜头因为叠加了偏振片，再透过同样也贴了偏振片的玻璃区域所拍摄到的画面，就会变成不透光的黑色，而无法拍摄到在此区域正常行动的物体。八妹按约定蹲下，匍匐前行，果然在没有被拍到的情况下经过了监控区域。等八妹进入男画家家中后，鲍姐只需要在所有人来查看前进行一次相同的操作，回收并隐藏画架杆子，将画框推回原位，再通过密道回到书店即可。领奖去吧，2位。领奖去吧。去吧。来吧。哇，羡慕啊！今天这个案件有很多就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去思考的问题，所以依然请上我们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马艾老师。大家好，来救救我们。你好，你好，马老师好。你好，你们好。老师，请问愚蠢有的救吗？有啊，你认识到愚蠢了，就说明已经有救了。哇，是在夸你吗？是在夸我。但是老师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愚蠢。在我们的这个案子里头，死者他是一个小报记者，他的工作呀就是擅长煽动舆论啊，控制舆论导向啊，引导网络暴力啊。对，这个网络暴力其实是比较新兴的一种。是吧？伤人，而且还他是伤心的，杀人诛心。对，还导致人跳楼都容易。对，因为网络暴力而跳楼的案子。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就是其他工作者也因为接收到了网络的暴力，反而去结束自己。本来明星就是抛头露面嘛，对，在大众视野上，现在很多不是干这个行业的，就因为某些事儿，可能他说了几句什么话，马上就有人一堆人去攻击吸引过来。对，网络暴力啊。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但是现在呢，它又慢慢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了。第一个，匿名性，匿名性让我把平时不敢说的话，把平时的情绪，敢于在网络上进行宣泄。对。第二个，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责任分担。他死了又不是我的责任。几万人都在批评他。对。第三个，网络有一个要命的地方，咱俩这儿开始呛啊。我跟郭麒麟说，得，我错了你是不是就多少可以原谅？对，在网络上你看不见。对，我不说话反驳，你们觉得这个人好像是在鄙视你们。我说一句话说道歉，你们可能说这个人在装。我辩解，你看这个人仍然执迷不悟，抵赖啊。比如说你们6个人在网暴我一个人，他出来说一句公平话，你就同时也成了他们的敌人，攻击的对象。所以说，没有人出来当这个调停人。对。由此，这个网络暴力啊，它其实比我们平时的群体暴力对人的影响更大。
它是像波浪起伏，不断升级。你说了一句他是一个人渣，那么另外一个人要表达我比你看得更准，我就会用更恶劣的语言。对，不断的出现语言升级、行为升级、情绪升级，最后什么升级啊？危害后果升级，对一个人的伤害呢就会越来越大。因此，网络暴力啊，我们大家要注意。每个人倒一杯水，你可能不觉得什么，对，但是千万个人同时倒一杯，足以淹死一个人。溺毙。但是我们可能意识不到对别人产生的伤害。是的。所以咱们碰到这种事儿啊，我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建议，就是不听不看，做好自己。对，您说的太对了。否则的话，你一定都是负面的东西。是的。马老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嘛，凶手在一步一步的引导八妹自杀，对，然后呢还告诉她你这么做可以博取更高的热度啊、流量啊。八妹呢也在非常不清醒的情况下，对，还真就这么做了。那这种行为呢，这个凶手是属于什么行为啊？在法律上怎么定义这个事儿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八妹自己是个成年人，她有自己的民事的、刑事的独立的责任能力。所以说呢，当这个凶手啊不断地向八妹灌输某种理念的时候，导致了八妹的自杀。这个凶手呢，他是不负什么刑事责任的。就是我仅仅跟你说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你去这么做了，他可能仅仅是道德上的责任，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好像给了他一种药吧，没错，是他的精神，给了他这个所谓的叫做不哭泣，导致八妹精神异常以后，再引导他自杀，就构成故意伤害罪。因为这个刑法上就可以管得着了。所以这是两种情况，一个是道德谴责，一个呢就是故意伤害。明白。好，谢谢我们马老师的分析和很多建议，谢谢马老师，谢谢马老师。开始可以吗？我们下周见。八妹是一个很不理智的人，被很多这种名利的欲望冲昏了头脑嘛。她不惜为了做这样的事情去伤害别人，包括伤害自己。我觉得特别恶心啊。是啊，我就特别烦这种的。那我觉得就尽量不要这样吧。所以就是会有报应的，你也看到了啊，是不是？对，尽量不要这样。对于这种为了博看点，或者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去做那种一时的话题，我自己只能说他就看得太短了吧。目光短浅可能有点伤人，但真的就是看得太短了一点点。比如说你做新闻行业的。一个是说这个时效性，这个新闻一定得新啊，不新它就没有报道价值。再其次呢，你要一定保证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完整性，这是做这个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操守。自己去装神弄鬼，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真实性，已经开始胡编乱造了啊！这个是我觉得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个是非常很不耻的一个行为。在看图说话，你这东西，你这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做新闻的吗？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网上这种情况，这为什么这么常见？是因为啊，这个门槛太低，有很多的这种社交网络，也没有人审查你的资质，对吧？你只要是拥趸够多，你就是一个有很多粉丝的一个大号，然后你就天天的去所谓的爆料。啊，其实有的时候，比如看到我们一些个这个行内人的里头这些事儿、这些爆料，好多东西都非常的不属实。希望还是，多传达一些相对来说正确的观点吧。不要为了一时的流量、一时的这个博眼球，去丧失了一些道德层面的东西。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被这种表面的东西去带了自己的一个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心理问题，就是太想表现自己，太想让别人认可自己，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要让自己能够被别人注意啊，或者是喜欢也好，你要让它能够成为一个长久的事情，一定要从自己出发的。你要学会去展现自己的优点，
去让自己的优点被别人看见，这个才是更正确或者更正向的一个吸引眼球的方法。去制造流量啊、爆点啊，让自己得到一时的一些掌声或者关注啊，这些东西毕竟都是一时的嘛。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提升自己自身的业务能力，才是第一位的嘛。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嘛，这就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就是专注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做好它。至于外界给你什么评论或者什么评价，其实不重要。哎，朋友们，我睡不着了。哎，你们想想，咱们几个到底怎么得罪男画家他家里那孩子了？啊，不知道啊，咱们跟他也不熟啊，也不知道啥时候惹了这么一个不该惹的人。你们听说了吗？那个推会查侦探社揭发鲍姐才是诱导肖八妹自杀的人，然后鲍姐呢现在已经是被人带走调查了，所以我就说是鲍姐吧，对不对？真的吗？推会查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哎，我也觉得鲍姐是害死肖八妹的，但是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对不起谁。哎，真的吗？真的吗？我还以为是男粉丝哎。那这个推会查是哪里冒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啊，之前的那些预言玩偶啊，都是来玩偶他放下了。那这次是谁提醒了八妹不要查男画家呢？好了好了，我们睡美容觉吧。喂，送票了吗？哎，我是小何。啊，怎么啦？有人死了，现场的监控拍摄到你去过案发现场205号等中介房间，所以你被列为了嫌疑人，可以去205号房间门口吗？请在房间门口等待。好了，好，我现在就过去啊。嗯，表表，他们说我杀人了。什么？我们去看看吧。走吧。为什么会？哟，哎，哟，你咋来了？小何叫我来的。我也是小何叫我来的，但是没人啊，这里。这不是滕中介的房间吗？被封了。29号12点的时候，今天。哇，它底下好多扑克牌哦。你也被叫来了？啊，这不知道咋回事啊？你们俩啥意思？不是小何打电话让来的吗？给你们也打了？哎呦，干嘛呀？哎，你们怎么来了？这是什么意思？早期驯服双腿的过程。被封锁了，有点。推会查侦探社。哎，推会查不就那个总跟咱们抢生意的那个侦探社？经过我社4个小时的线上线下信息搜索，经过我社长达数月的调查，吴兴记问这个推会查侦探社，跟我们抢生意。对。他有什么资格封这儿？把撕了换成咱们的贴上去。撕了。哎，我以为真的开了。是小何呢？他叫我们来。没吓着他，吓到吓我。看我的吧！
哎，下了个气幕，怎么都没过来，太差劲了。你今天很厉害呀！我当然厉害了。你什么事儿？是不是有点问题？你们不是一直怀疑我的身份吗？那我就告诉你们吧。哎，其实我除了是11号公寓的物业实习管理员之外，我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推会茶侦探社的创始人推会茶的儿子推能茶。那我可以跟你说句实话吗？啊，那你了。你今天刘海会不会分的有点高啊？这样吗？那我调整一下。作为这个侦探团啊，我一直把你们的表现呢都收在眼底。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是有一些欠缺。观众觉得我们欠缺也就罢了，你都觉得我们欠缺？哎，我是有证据的啊。我每天都带着这张工作证，但是你们却没有一个人想要看看它的背面到底是什么。我们对你没有很好奇哦。推能茶侦探，推会茶侦探社。你们知道205处的是谁吗？唐中介。唐中介。没错，就是滕中介。我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滕中介。因为我是接受到了滕中介的委托，所以我才过来。推会茶侦探社啊，这是我封的，因为我要保护这个案发现场。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发现滕中介死在了里面。啊？来，跟我进来吧。哎呀！死了。今天中午我到这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状态了。来，退一退。退一退，不让我们进。退。退。退。好。哎，这什么意思啊？今天中午我到这边来的时候，我怎么敲门，滕中介他都不应我，所以我就低下头来先检查了一下这个门。从那个门缝那边，其实我看到了，它这个扑克牌是叠成塔状搭在那边的，也就是在我进来之前，这个门是没有被开过的。这个玻璃为什么？中午我到这边的时候，我发现这边有一个磨砂玻璃的小空隙。我从这个空隙里面呢，看到了滕中介他倒在里面，一直不回应我的叫喊声。所以我就很着急，然后我才把这个玻璃门给打破。这你打破的，对吧？对，这是我打破的，我用这个锤头打破的。然后你怎么随身带锤头呢？锤头的话是这边，这有箱子是吧？是这边工具箱里面找的。然后我把这个打破之后呢，才把这个门栓从里面打开了之后才进去的。在我进来的时候，这个门是完好无损，没有人进去过，因为是门从里面反锁的。外面这个门的话呢，在我踹开之前，这个扑克牌，因为它有塔，它的塔它肯定是在门关上搭的，就说这门没有被开过。密室杀人事件是的。根据我的推断呢，我觉得肯定是有人做的一个双重密室。双重密室。是的。因为我刚查了一下昨天的这么一个监控的时候，发现只有你们6个人来过这边。昨天晚上过来干什么？我是一点私事儿。滕中介约你的，还是你想找滕中介？滕中介约我的，他约的我。有什么证据吗？他给了我一个小纸条。这个是，怎么一上来我就开始提交证据呢？那你们见到他人了吗？没见着，我能看到他的脚，就是脚在外面啊。但听话那声音像是他呀，就是他呀。
哦，你们跟他说话了吗？说话了。聊了，都聊了吗？聊了。你们进过他的这个卧室吗？没进。我通过这门上一个小缝儿跟那看的。对，正好能看他的脚这个地方。你们昨天来这边干什么？解释一下吧。你让我们讲，我们就讲。不行。我们为什么要讲哈？这个现在我不想说。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没有，我不想聊。不能说的一些秘密，跟你没有关系，跟你们干啥呀？不方便。不是，不记得，不认识。与本案无关，与本案无关。这个功课你们也做到了哈。我作为一个侦探，对不对？不会让你们白讲，我当然是有证据让锤你们。啊，确实。这是滕中介交给我的信啊。他知道你们所有的事儿。来吧，来。尊敬的推会查侦探社，我想请你重新调查3年前，也就是2019年7月30日，在推利海大道旁小树林发生的一桩焚尸案。焚尸案。然后后面抹掉。哦，对，因为下雨了，所以有一点糊了。几个人导致娄老师死？有一个是我妹妹肖八妹儿。肖八妹是他妹妹。另外几个是目前住在11号公寓的白三板、宋漂亮、郭包佑、周可可留下来刻5苦。请务必在后天，也就是7月29日周五中午12点来11号公寓205见我们，见面详谈。这是27号。肖八妹是滕中介的妹妹。他妹妹不是削面吧？对啊，是你尾随的那个吗？他跟踪你妹妹，哥，你看，这是你妹妹在控诉他，他在跟踪你妹。不是，我能解释。他俩妹妹吧？他的妹妹你都比较熟啊，看来。跟踪过，又送回家了。你跟过这么多女孩，你没跟过八妹吗？没跟过。八妹实在跟不住。因为我看到这封信里面提及了一个名字娄老师，所以我也是做了一些调查的，就在我的手机里面投屏给大家看一看啊。来，八妹818，现在给你8。大家好，这里是八妹818，我是八妹。2019年7月30日，在推利海大道旁的小树林里，没错，就是11号公寓附近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命案。死者是一名女学生，她在小树林里被人杀害后，还残忍地焚尸了。据悉，该女学生生前品学兼优，人缘极好，很少与人结怨。但是她最近和她的老师娄老师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有知情人士透露，娄老师的私生活非常混乱，而且有不正常的癖好。所以根据种种实锤，我们可以还原死者在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有可能是娄老师，并且他知道了娄老师的一个秘密，导致娄老师对他进行了。就在昨日，娄老师畏罪自杀，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在用他的死逃避他所犯下的罪孽。这里是八妹818，将为你发出更多的真相。就从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焚尸案被杀死的是一名女学生，当时被认定的凶手是娄老师。根据滕中介的这个信，我强烈的怀疑滕中介死跟3年前小树林焚尸案以及你们6个人都有关系。我怀疑你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个凶手。在点击率和金钱面前，真相和良心一文不值。滕中介死了？
此恶魔不除，必有后患。小树林焚尸案，花季少女惨遭毒手，他是一切的源头，罪魁祸首。你们6个人有一个凶手。周可可，看你都干了什么？我杀人了，撞死了别人还拿身上的东西。因为我跟他同血型，就拿你当一个装肾的容器。他真的好该死啊！然后就把滕中介给杀了。他把小静撞死了，随后焚尸，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就是你害死了他，令人发指，耻辱，羞愧！一个小姑娘竟然干出这种事儿！我劝你们都不要叫嚣，我们都是凶手啊！我们楼里的女人哭声。这个变态，抓了！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我要有这样的孩子，我早就亲手给他掐死了。这2个人一起下地狱吧！哦，这是他编辑的。你们既然知道真相了的话，那你们就等着死吧！把他给我逮回来，这个杀人凶手！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还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快来 get 玩家们超爱的有优质生牛乳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3、2、1， 11号监狱，我们来啦！锁定腾讯视频，每周4、5、6晚6点更新一集，会员抢先1周看。每周6晚6点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日晚6点看加更11号公寓入住日记，周中一大波预告花絮短视频，每天刷刷刷，带你360度全方位探索11号公寓。还不快打开腾讯视频，搜索开始推理吧，和推土机们一起沉浸式探案吧。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开始推理吧，查看更多精彩。11号公寓入住日记，每周日晚18点，会员纯享更多公寓趣事，学犯罪心理学，拆穿谎言，发现真相。欢迎关注，别对黄 Sir 说谎之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6下午18点高能上线。欢迎打开新浪新闻、网易新闻 Zaker、界面新闻、网易有道词典之余成果娱乐、影视聚焦、华语之声、引力资讯、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感谢腾讯卫视、中华万年历、WiFi 万能钥匙、Summer 校园、Lucky 校园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